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陇南县的郎玉民是个穷秀才，他本想着去省城参加考试，但是由于身上的路费不够，只好硬着头皮去他的老丈人家打秋风。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他这么一次普通的借款，却弄出了奇怪的缘分。郎玉民和他的老婆是从小定下的娃娃亲，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两家还是门当户对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早就定下了娃娃亲呢？然而非常不巧的是，就在郎玉民的父亲有一次外出经商，途中不幸出了事儿，导致家财衰败，他的父亲也不幸去世了，从而他家也渐渐地和他的老丈人家拉开了距离。他那老丈人家对这个家道中落可怜的女婿是越来越不屑一顾，所以每次见面的时候，郎玉民都会感到有点紧张。可是恰好他的老丈人是常年的在外做生意，所以那郎玉民还不得不和他的丈母娘打交道，也没有别的办法。于是郎玉民便给丈母娘买了一些平日里他最爱吃的点心，便向老丈人家走去。没多久就到了，可是他那丈母娘一听到郎玉民说起要借钱的事，他那脸色立马就变得有点难看，说道：呵，我这家里又不是钱庄，家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现金放着？你想什么时候拿就有现成的，给你支个招，你就拿件还算值钱的东西放到那当铺里抵当钱来吧。紧接着他便朝着他家的后院那边喊道：闺女呀，快把你老爹的那件好久不穿的皮袍给找找，让那大秀才去当铺子换些钱吧。那声音分明是十分冰冷的，母亲的冷淡反而让这个女孩更加的小心翼翼了。她想，未婚夫在8月的时候去省城里参加考试，而眼前都已经是7月了，那他肯定是在为自己去参加考试而筹备路费呢，而且去省城的路又那么远，那一定需要花很多的钱。但是自己的老娘只是因为天气热才让我拿一件暂时不需要穿的皮衣，而且只是那么一件皮衣肯定也不会抵下几个钱。为了帮助未婚夫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女孩便又从盒子里偷偷地取出了一个玉镯子。因为在那个时候未婚的夫妻是不能相见的，所以女孩便悄悄地把那个玉镯子塞到了那件皮袍子的口袋里，因为她很清楚那个玉镯子应该是很值钱的，一定可以帮助她的未婚夫解决困境。丈母娘不大功夫便从后院拿来了皮袍子，并把它递给了他家的女婿，并再三叮嘱说，现在都已经是7月了，8月过了以后天气就会一天一天的变冷了，所以那件皮袍子的抵押期不宜过长，让他尽快把那皮袍子赎回来。郎玉民听自己的丈母娘这样一说，便连忙说一定一定，接下来便赶忙冲向了附近的当铺。那当铺的钱老板按照平日里的工作习惯，就随手把那件皮袍子抖了抖，又摸了摸，里里外外的看看，颜色再鉴定一下，这一摸可不得了，他一下子就摸到了一个玉镯子。如果那个当铺的老板是一个以诚待人的人物，那么他就一定会把那个玉镯子拿出来告诉顾客并还给他。可单单这位钱老板却是一个贪心的人，他心中暗想，这都送到自己嘴里的肉还会吐出去吗？况且他那个人吃这样的不义钱也不是1次2次了。就见他摸完以后，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重新叠起了皮袍子，问郎玉民：请问先生，你是只当这件皮袍子吗？郎玉民当然是一点都不知道那件皮袍子里还藏着未婚妻对他的关心和爱，而他呢，只是急着能快一点把那钱拿到手，于是就不假思索地点点头说道：是的，没错，就是只当这件皮袍子。接下来那郎玉民便说了自己的档期，那个钱老板也给出了相应的价格，他们的生意也就这样便成交了。那急着去省城参加考试的郎玉民拿到了钱，便立马回家去准备行李了。
而当铺的钱老板一看郎玉民头也不回地走了，便立即轻轻地从那件皮袍子的口袋里掏出了那只玉镯子，然后关上店门，独自享受这意外之财了。10年的寒窗苦读，郎玉民那可真的是饱读诗书，可谓是一肚子都是学问和墨水呀。因此他就像如鱼得水一般的走进了考场。进入考场的郎玉民是精神倍增，信心无比。他在每一场的考试中都是第一个完成并交上了考卷，并且在接连3场的考试下来，他场场都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因为自己所带费用快用完了，所以他便没办法留在省城等着放榜的那一天，只好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赶紧往家赶吧。省城距离他的家乡是山高水远，那郎玉民光是在路上走了就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有一天是看到了自己家乡的县城了，并且他刚到县城的边上就听到了远处的锣鼓声声。他一打听，原来是自从入秋以来已经有40多天都没有下雨了。县令便在城外的土地庙前搭起了高高的祈雨台子。这个时候，那个祭天仪式也就刚刚结束，而现在那个高高的祈雨台子上正在进行着戏龙灯和射火的表演呢。就见那2条龙在台子上飞舞着，做出腾云驾雾的状态，时而跪拜在地，仿佛在视察旱情；时而昂首望天，仿佛在祈求上帝早日降甘雨。观众席上是人头攒动，欢呼声呐喊声是接连不断，而那郎玉民此时是已经来晚了，只能站在外围看着热闹。突然他的目光一下子就定格在了他面前的一只玉臂上，那可是一只精致的手臂。站在他前面的那是一个17、18岁的年轻姑娘。就见她站在那炎炎的烈日之下，被热的是满头大汗，而她正用一只手扇着风，另一只手捂着自己的额头，专注地看着台上的表演。只见那只抬起的手臂上有一只玉镯，是非常的显眼。郎玉民一看便一下子认出了那只玉镯。就在他10岁的时候，父亲当时的生意是十分的兴隆，而那时正好生意伙伴的家中有一个女儿，于是2家便给孩子定了娃娃亲。当时父亲的生意做得特别的好，所以平日里的口袋自然是鼓鼓的。于是在他去南阳做生意的时候，便顺便买回来了一对玉镯子。那对玉镯子是独山玉材质的，乳白色的粉底里含有一些个豆绿，玉雕匠手艺超群，出人意料地将那颗豆青雕成了龙凤各一，让一块本来很普通的玉料却一下子便价值翻了倍。当时年仅10岁的郎玉民对这对龙凤玉镯子是十分的爱不释手。他有一次把那对玉镯子拿到自己的房间是玩了几天呢，最后却看着自己的父亲用红绫布把那只带凤的玉镯子给包了起来，还带上了一些其他的礼物一起送到了未婚妻的家中，以此作为了2个孩子订婚的证据。没错，即使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是他对那对玉镯子始终是记忆犹新，并且他想那只玉镯应该就是戴在了自己的那个未婚妻的胳膊上。虽然郎玉民还从来没见过自己的那个未婚妻，但他认为自己眼前的那个女孩就肯定是他的未婚妻了。看着自己的未婚妻在烈日炎炎下热得气喘吁吁的样子，一种爱怜的感觉便油然而生。郎玉民便很自然地走了过去，并且下意识地把自己的那把撑开的阳伞盖在了未婚妻的头上。而那个女孩正在全神贯注地观看着高台子上的表演，却似乎没有注意到郎玉民的善意。她还以为是自己那头顶上的一块云彩暂时挡住了太阳呢。就见那个女孩还随身带了一个小丫头，那个小丫头见了郎玉民的举动后，便立刻朝着他愤怒地大叫道：“你这个臭男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快快离我家小姐远一点，走开，走开！”那郎玉民听了之后，便笑着对小丫头说道：“小姑娘啊，你可千万别误会呀，我可是你家的姑爷呀。”那个小丫头一听是更加的恼怒了，又继续对着福大喊道：“你是不是放屁呢？
你想占我家小姐便宜是不？快点滚开！那个女孩听到他们的对话后，便从前面回过头来，上上下下看了看郎玉民，不禁是又羞又恼地对他大喊道：你看起来倒像是个读书的人，怎么竟敢在这里撒野呢？女孩已经很是生气了，见那女孩误会了自己，郎玉民便赶紧上前解释说道：虽然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呢，但你一定听说过那个郎玉民吧？我就是你的丈夫郎玉民呀。无奈之下，当时又有点紧张，她竟然将未婚夫说成了丈夫了。小丫头听了是大声地咆哮起来：好大胆的书生啊！到现在我家小姐她还尚未和哪家的公子婚配，还是个黄花闺女家，那她又上哪来的丈夫呢？你是哪里来的歹人，想占我家小姐的便宜？快快来人啊，快打这个臭流氓啊！这声音着实是不小，一会儿的功夫便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还有几个人围在了那郎玉民的周围，一个劲儿的是摩拳擦掌。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人家良家妇女，难道不是欠揍吗？郎玉民便连忙赶紧解释说，他不是什么要耍流氓，是在给自己的未婚妻打伞遮阳呢。那怎么证明两个人的关系呢？那个女孩手臂上的玉镯子便是两家的订婚证据呀。于是那些观众便又都指着女孩手臂上的玉镯子问她，那书生郎玉民说的情况是还是不是？可是那个女孩听了眼前这些人说的这些情况后，却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似的，连忙说道：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于是在场的所有人便都举起了拳头，一顿暴打眼见着就要打在了那个郎玉民的身上了。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有一个声音喊道：快都给我住手！就见有2名在会场维持秩序的衙役跑了过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于是大家便七嘴八舌地介绍了一下眼前的情况。就见那个领头的衙役挥了挥手，说道：都给我带走吧，是非对错由县令去定夺吧。那县令在祭天之后却还一直都没有走，现在正在那土地庙里喝茶纳凉呢。只见他是一边喝着茶，一边欣赏着外面的戏台上的表演。其实那个县令心中却一直在想着，老天爷什么时候才能给全城的百姓来场大雨呢？而且说来也真是很巧，这几天县令一直都在找那个郎玉民，为什么呢？原来是这位秀才在省城的乡试中得了第1名。这个好消息已经传到了陇南县府，县衙是本该敲锣打鼓给郎玉民家报喜，但因为那秀才郎玉民还在路上，所以便还没有动作。而此时那县令听了这位衙役的讲述后，便问那郎玉民，在我的印象当中，你可是一个相貌英俊、学习成绩优异且品学兼优的学子，怎么今天你竟然能做出这样的坏事？本官真的是有点不解呀。而那郎玉民一听县令这样说，便连忙解释道：县令大人啊，小生可不是偷香偷玉，而是怜香惜玉啊。照顾妻子是丈夫的天职不是，怎么能说我是要耍流氓呢？于是他便说出自己和女孩儿是在小的时候由家里给做主定的一对娃娃亲，而那一对龙凤玉镯子便是他们订婚的证据所在。玉镯子本是各留一个，他说他可以通过那对玉手镯来认人，他是永远不会认错了的。县令听了便又说道：你说是凭镯子认人，那又为什么人家那个女孩却不肯认你做丈夫呢？郎玉民听后便挠了挠头皮说：我们订婚可都已经有10年了，难道我那老丈人和丈母娘从来都没有跟女孩说过吗？也许是女孩还不知道此事才造成了误会吧。于是县令便让那个小丫头带上一个衙役，一起去把那个女孩的父亲赶紧叫来县衙的大堂。时间不长，那个女孩的父亲便来到了。郎玉民转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当铺的钱老板。那钱老板在现场也看到了郎玉民，再看看那个玉镯子正明晃晃地戴在了自己女儿的胳膊上，便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他就知道是自己因为贪财而被人发觉了，于是他在县令还没有质问他之前，便跪倒在了地上，
连连地扇着自己的嘴巴子说道：“大人呢？小的知罪，小的知罪了。”他一边说着，脸便一下子就红了。接下来他便承认是自己贪了不义之财，把顾客的玉镯子给昧了起来。但是他知道那个玉镯子是非常的值钱，于是就把它给了自己的女儿。可是谁也没成想，他那女儿却带着那个玉镯子出来看热闹来了。那个县令是刚才一看见钱老板，他那妻儿就一下子出不云事了，是妻儿不打一处来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的，在去年的时候，有个人告了钱老板一状，说他老婆用一笔私房钱换了一张银票，并且把那张银票藏在了一件缎子袍里。由于他当时急需用钱，便把那件缎子袍典当给了典当铺的钱老板。他老婆发现之后便提钱兑回，可万万没有想到那张银票没有了。正是因为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那钱老板竟根本不承认是他弄丢了那张银票，而却还反诉受害人诬告他。当时是让那县令很是无可奈何呀。然而这一次却不同，是人物证据在，县令不禁是勃然大怒。他是新老账自然要一起算，他于是立马大喊：“来人呢，把这黑心的钱老板给我关起来，等候发落。”那个在现场一直听着的钱老板的闺女顿时是脸色发白，原来自己胳膊上带着的竟然是赃物，而他平日里表面上看自己的老爹倒像个正人君子，可是他竟然在背地里干了这种事。他不仅自己被处以加刑，还连累了他的女儿也被羞辱。于是他就赶紧脱下了那个玉镯子，那脸红的恨不得希望能找到一条地缝钻进去算了。郎玉民也收下了那个玉镯子，并且还连连地向那钱家姑娘鞠躬赔礼道歉，并深深自责，由于自己的唐突，却有损了姑娘的名声。同时他也觉得很是奇怪，上个月他那丈母娘只答应给自己一件皮袍子做抵押，那又怎么会把自己和他闺女订婚的玉镯子给扯了进来呢？在这一点上，还是那个县令做得很好。他于是便指派了一个衙役到了郎玉民的老丈人家，带来了郎玉民的丈母娘和他的女儿。而那个女孩一到县令的面前，就一下子认出了自己的玉镯子，她连忙老老实实地承认了，是自己将那个玉镯子藏在了那件皮袍子的口袋里，只是为了充实自己未婚夫前往考试所需的费用。郎玉民一听是非常的感动啊，感动之余，便当场向未婚妻表达自己的谢意，有这么好的妻子，我得回家继续好好的读书学习，将来考个官职，作为报答贤妻的恩情。说着便往外就要走，却不料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刚才被郎玉民误认为自己未婚妻的钱家女孩却哭着说道：“我说你这个秀才呀，你先等等，我有话要对你说，我可是一个黄花闺女呀，而你在那众目睽睽之下认我是你的妻子，难不成你就这样白认了吗？”郎玉民一听，当时是吓了一大跳啊，心想我就不追究你那爹爹对我玉镯子的贪图之罪了，可是你为什么还追究我呢？而那县令也不知道钱家女孩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于是便问道：“那你想要什么？”就听那钱家的女孩却说道：“我已经带过别人的信物，当众还被人认出是他的妻子，那我以后可还怎么再找人结婚呢？所以我就不得不把这个书生当成我丈夫了。”而那钱老板一听可是给急了眼，他那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赶紧阻止着女儿。他想自己的女儿虽然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人家的千金，但起码也是一个富有家庭的孩子啊，她怎么能嫁给一个穷秀才为妻呢？而这秀才靠抵押去考试，而且他却还是借老丈人家的东西来抵押，可见他家是得有多么的穷。再怎么着，一个父亲也不能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跳进一个穷坑里吧。郎玉民也赶紧摇头委婉地拒绝：“我家实在是太穷了，穷的都吃不起酒席，更别说以后养老婆了。就我这条件，我怎么还敢娶2个老婆呢？”
而那县令却突然有了新的想法，他接下来便问那钱家女孩：确定你已经拿定主意了吗？你就认定郎玉民为你的丈夫了吗？钱家的女孩便坚定地点了点头，没错，我已经决定了，除了这个书生，无论是谁，我都不可能嫁了。贪图别人的玉镯子，结果却赔了自己的女儿。我一这要用这样的结果来警告我的爹爹，让他以后永远不要贪那不义的钱财。县令听了钱家女孩的话，便问郎玉民：我看这是老天爷给你们的姻缘呢，你又怎么看呢？说说你的想法吧。郎玉民不禁是叹了口气，说道：听了钱家女孩想要和我结为夫妻的理由，可谓是用心良苦啊。然而我早已经有一个原配妻子了，如果钱家的女孩再嫁给我的话，那她也只能视作一个妾而已。再者说我的家里又很穷，做我的老婆肯定是要挨饿受苦的了。就因为这2点，我才真的是不忍心钱家女孩跟着我受委屈啊。没想到那钱家的女孩却接插他的话说道：我愿意做你的妾，我也愿意跟着你一起饿肚子，都是我自愿的，我真的是无怨无悔。县令一听这话，便立刻一拍大木锤说道：那好，本官今天就当一回媒人，来成就你们的姻缘。可是那郎玉民却是满脸的不情愿，他连忙说道：我的大人呢？您也是知道我的情况的，我即使是连婚宴都吃不起呀，怎么还要？而那县令却哈哈地大笑起来，说道：你那老丈人钱老板不是很有钱吗？结婚的时候他自然是会有酒席招待宾客了。一直在一边听着的钱老板脸是憋得通红通红的，说道：大人呢？我看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吧。那县令一听便拉下了脸，说道：怎么了？你虽然是有钱，但是却不讲道德，只因为你贪了不义之财，所以才引发了这样一系列的纠纷，所以你最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来改正你的错误。现在县府也就不再给你其他的处罚了，只盼你能做那郎玉民的老丈人，以后要永远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县令说完，又对那2个女孩说道：你们2个呢？一个是重情重义，一个是嫉恶如仇，所以老天不会亏待你们2位的。这一次郎玉民去省城考试，高中了状元，得了第1名的桂冠，马上就要入仕做官了，真的是苍天有眼呢，好人是吃不了亏的。在场的人一听，哇，这不是双喜临门，皆大欢喜吗？而那个钱老板却是因为贪了别人的财物，搭上了自己的女儿，还又摆了酒席，变成了当地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